大家好，今天来说车展的事。瑞士日内瓦国际车展今年成了豪车云集的地方。以前各大厂商卖力展出自己最前沿的豪华车款。上次是2019年，当年德国各大车商高调亮相，很抢眼球，那是德国汽车的高光时刻。因为新冠疫情，接下来几年都停办。2024年是时隔4届后再次与世人会面。今年的日内瓦车展与历届很不一样，本次车展最大的意外是全部德国汽车制造商缺席。德国人解释说，是因为现在没有必要在那里展出。宝马汽车说，现在有别的渠道，比如自媒体博主或者在线广告。今年用德语媒体的话来说，中国汽车制造商主导了日内瓦车展。为何德国汽车制造商集体缺席？大家认同德国车企的解释吗？还是觉得可能是德国人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电动汽车方面的东西，担心与中国品牌同场被比下去而颜面扫地，否则太尴尬了？可能业内人士更懂得德国人缺席的原因吧。德国媒体对此届日内瓦车展有何看法呢？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2台的报道。欧洲品牌几乎缺席，中国为何主导日内瓦车展？日内瓦车展再次拉开帷幕，参展商数量并不多，中国汽车制造商是本届车展的亮点，许多欧洲公司缺席，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因新冠疫情中断了4年之后，日内瓦车展终于回来了，而且还迎来了它的100周年纪念。对于日内瓦车展的组织者来说，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期待展厅被预定一空。可是失望很快就来了，雷诺是唯一一家在参展的欧洲大型汽车制造商。另一方面，众多厂家缺席，全部德国汽车制造商没有参展。Das Auto des Jahres, gewählt von internationalen Fachjournalisten, prämiert am Morgen in Genf. Der Renault Scenic gewinnt vor dem Fünfer von BMW. Bei der Prämierung sind die traditionellen Automarken also noch präsent. In den Messehallen dagegen kaum. Die chinesischen Hersteller drängen immer mehr, auch in den europäischen Markt. Das ist eine offene Welt. Wettbewerb ist willkommen. Nur eine gute Performance schützt uns. Die sind gut, wir sind gut. So ist das Leben. Abseits der Wahl zum Auto des Jahres kaum ein europäischer Hersteller auf dem Autosalon in Genf, dafür viele chinesische. Sie wollen so ihre Bekanntheit in Europa steigern. Ihre Autos können sie deutlich günstiger anbieten als die heimischen Autobauer, auch dank üppiger staatlicher Unterstützung in China. Wir haben einfach Kostenstrukturen hier in Deutschland und in Europa teilweise, die eben das unmöglich machen, wirklich verbrauchergünstige Preise anzubieten. Das wird aber chinesischen Automobilherstellern gelingen, die jetzt auch überlegen, mit zusätzlichen günstigeren Marken hier anzutreten. Während in China selbst speziell Elektroautos made in China schon dominieren, fristen sie hierzulande zwar noch ein Nischendasein. Ihr Anteil bei den Neuzulassungen zuletzt nur gut 1%. Doch aus Expertensicht sind sie qualitativ inzwischen mehr als konkurrenzfähig und stellen die deutschen und europäischen Autobauer damit vor immer größere Herausforderungen. 日内瓦车展4年来首次拉开帷幕，不过今年展出的主要是中国车型，而不是欧洲汽车制造商。德国公司取消参展的解释口气友好但坚定。例如，大众汽车公司在给德国电视2台的声明中强调，每个品牌都是根据大量的个别标准和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参加相应的展会。因此，取消某一年的参展，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排除了参加另一年参展的可能性。奔驰和奥迪也有类似的说法。宝马解释说，他们还使用其他营销渠道，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其他营销策略，东法利亚应用大学汽车专家海伦娜·维斯伯特认为，这是一种趋势。近年来的发展表明，欧洲展示的新车会越来越少。除此之外，油管博主和博客也被邀请参加活动，而且这些活动还可以在网上直播。德国知识点评，其实德国品牌全缺席，不是因为日内瓦车展不重要，
也不是因为欧洲车商展示的新车少，而是欧洲车商能展示的车很少，没有什么电动车可展示，他们自己不行还嘴硬，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维斯伯特补充道，就参观者数量而言，展馆也越来越难以挤满参观者，因此汽车制造商每年集中精力举办的展会活动会越来越少。在对电动汽车和汽车数字化进行大量投资的背景下，营销预算也不再那么宽松。得益于中国的补贴，来自中国的廉价电动汽车在欧盟的比例正在迅速增长。欧盟委员会对此并不满意，目前正在讨论征收惩罚性关税。德国之士补充，这是去年9月的新闻，目前好像没有了下文，估计德国汽车制造商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中国反制，那么德国车就很有可能被彻底赶出中国市场，德国车商实在承受不起这个代价。展会必须挣扎。另一方面，中国制造商似乎有足够的广告资金，尤其是比亚迪，他们不仅仅是砸钱，而且是大手笔砸钱。该电动汽车集团将在日内瓦展示几款面向欧洲市场的车型。尤其是德国制造商，难道没有疏忽大意地把舞台留给中国人，甚至回避与中国人竞争吗？波鸿汽车研究所的杜登霍夫说，绝对不是这样，是因为展会成本太高，不值得。大多数人已经知道展会上有什么，许多车展的展会效果不成正比。杜登霍夫补充道，这是引用杜登霍夫说的，车展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只有一个例外，中国和今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汽车展览会。中国在市场营销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所有德国和欧洲的汽车制造商都有可能在展会上再次火力全开。杜登霍夫相信，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展台将再次挤满好奇的参观者和竞争对手。看来，中国不仅在撼动汽车业，也在撼动其市场营销。很多营销活动都转移到网上或欧洲以外的展会上。这是引用东法利亚应用大学汽车专家维斯伯特的话。欧洲的车展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如拉斯维加斯的 CIS 车展和中国的车展，但欧洲车展的未来取决于展会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德国国际汽车展 IAA 也在努力重塑自我。不过，尽管日内瓦车展已有100年历史，但它能是否实现转折，目前仍是未知数。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吧。第一条评论，因为德国车没钱了，多亏了德国交通灯政府。下一条评论，我想知道为什么作为主流媒体的德国电视2台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说真的，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汽车制造商都失败了，他们加入电动车这个行列太晚了。下一条评论，因为欧洲公司正在被欧盟通过繁琐的法规和价值观摧毁。下一条评论，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来自非洲、中东和近东，他们的智商不足以成为制造有竞争力汽车的工程师，就那么简单。下一条评论，因为德国让黑石等公司去搞绿色去工业化。下一条评论，我也宁愿坚持使用高品质的燃油车，而不愿意近看中国垃圾电动汽车一眼。下一条评论，他们已经学到手了，现在2种技术都擅长，燃油车和电动汽车。数十年来，德国管理层为他们提供了重要信息。下一条评论，当政客葬送了欧洲的汽车工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下一条评论，因为现在流行抄袭。下一条评论，因为中国向我们兜售了气候童话。下一条评论，因为中国汽车只是欧洲车的半价，而且不必为每项额外配置付费。此外，还可以确保不会出现在购买后不久发现废气排放标准被伪造的情况。下一条评论，我们错过了汽车制造的发展，我们错失了良机，现在却在追逐我们并不了解的发展，更快、更大、更多马力、更加豪华，我们押错了宝。下一条评论，因为德国的脑残们
宁愿在排放二氧化碳的同时抱怨工业落后了。下一条评论，因为德国需要1000年的时间来跟上时代的进步。下一条评论，我们简直是瞎了眼，欧洲在电动汽车方面的发展遭到了否定和嘲笑，然后被拱手让给了中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一切的后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不胜枚举。下一条评论，太完美了，先葬送德国汽车制造商，然后制裁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好，朋友们，评论的人不多，就到这里吧。还有的评论说，欧洲或者德国教会了中国人造汽车，或者把技术白送给了中国人。但问题是，你都还没有的技术怎么送呢？就像特朗普说的，华为偷了美国的 5G 技术一样可笑。另外，还有些人口口声声不买中国货，不买中国垃圾货，这些都是素质比较差的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的人是比较低调的，不会那么偏激。不过，随着德国工业的衰落以及去工业化继续进行下去，导致产业外移，今后此类言论自然而然会慢慢变少。所以大家把此类言论当笑话看就好，不必当真。他们越这么贬低别人，越显得不自信。瑞士德语媒体 Blick 对此也有报道。中国巨头比亚迪点燃 SUV 火焰。日内瓦国际车展 GIMS 在取消了4届之后，将于2024年卷土重来。在今年的日内瓦车展上，有一个品牌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中国的后起之秀比亚迪 BYD。尽管缺席第91届日内瓦国际车展，名单很长，2月27日至3月3日，但有一个品牌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它就是比亚迪。秉承 Build Your Dreams 筑梦的公司口号，这家在欧洲也正在崛起的中国巨型企业在日内瓦车展上大放异彩。这家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2023年仅次于特斯拉的世界第2大电动汽车制造商，将携4款全球和欧洲首发车型亮相 Pi Expo 展馆。自2022年秋季在欧洲上市以来，比亚迪已经推出了6款不同的电动汽车：紧凑型 SUV Auto 3、紧凑型5门车海豚、运动型轿车海鸥、家用 SUV 海鸥 U 以及豪华车型汉轿车和唐 SUV。海鸥 U 的 DM-i 插电式款式将于今年3月在欧洲上市，预计2024年夏季在瑞士上市，并将在日内瓦展出。该款式配备了一台电动机197马力325牛米和一台汽油发动机109马力135牛米。由于配备了 18.3 千瓦时的电池，纯电动续航里程应在100公里左右。比亚迪还将推出豪华 SUV 唐的改进车型，该车将配备快速充电功能，续航里程达到530公里的更大容量电池以及更强的动力。大更大，仰望 U8。比亚迪旗下高端品牌仰望的展台甚至比 4.87 米长的唐还要大上2号，长达 5.32 米的豪华越野车 U8 正在这里庆祝其欧洲首秀。这辆车轮上的庞然大物不仅看起来像一辆坦克，而且其驱动技术实际上可以实现所谓的坦克回旋及360度原地转弯。这要归功于4个可单独控制的电动马达，它们的系统输出功率加起来接近1200马力。如果这还不够，特别坚固耐用的越野爱好者版 U8 甚至可以通过水深达 1.4 米的水域，因此可以作为水陆两栖车使用。不过 U8 并非纯电动车，而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当49千瓦时的电池电量耗尽时，续航里程可达200公里。一个2升的汽油发动机会提供续航800公里的动力。目前尚不清楚仰望 U8 在欧洲的上市时间和价格，在中国目前的起价约为14万瑞士法郎。最后，比亚迪还展示了其与梅赛德斯于2010年创立的 Denza 子品牌的2款新车型。
第一款是在秋季慕尼黑国际车展上亮相的第9插电式混合动力小型货车，第二款是运动型豪华跨界车 N7， 该车配备91千瓦时的电池，电力驱动下可行驶约700公里。现在看看这家瑞士媒体的网友评论吧。第一条评论：欧洲人买欧洲货。下一条评论：是的，中国人并没有永远处于沉睡中。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跟帖说，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损害自己的经济。下一条评论：他们的25年计划包括接管全世界，你开心了吧？下一条评论：这样的怪物对我们的基础设施来说太大了，应该禁止它。下一条评论：比亚迪绝对是最棒的，还会有更多的中国品牌出现。下一条评论：车展的亮点是什么？我在报道中看不到任何介绍。下一条评论：反正随便你说什么，但如果你看一下中国的车型，几乎所有的车型都与欧洲，有时甚至与韩国和日本的汽车非常相似，至少在轮廓或外形等外部细节上是如此。我不想测试它们是否也有内部相似之处，但如果中国人想知道瑞士夫妇开车去哪里，什么时候开车，开多久，什么时候充电加油，以及其他各种情况，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听说特斯拉已经这样做了，但目前只在美国。除了特斯拉和中国的车型，我并不反对电动汽车，如果可以的话，我暂时只想混合动力汽车。下一条评论：别担心，这些比亚迪汽车在瑞士买不到，或者不是正式进口的。下一条评论：我们要这些中国电动垃圾干什么？这真的是未来吗？我们要为此放弃我们的富裕吗？我简直不敢相信。下一条评论：然后这个人跟帖进行反驳，你是说我们富裕象征的苹果手机和沃尔沃 XC60 等于中国垃圾？两者都是中国制造。我们的富裕不是因为中国汽车而受到威胁，而是因为西方早已失去了努力的意愿和创新的力量。我们为什么要以史为鉴？德国知识说明，我感觉最后一句话应该是：我们为什么不以史为鉴呢？下一条评论：这个人也跟帖进行反驳。是的，我同意您的观点，中国电动车的质量与保时捷或宝马相当，甚至更好。很多油管视频都证实了这一点。下一条评论：你的评论是失败者的无奈反应，叫做谩骂。好，与各位分享瑞士媒体报道及网友评论就到这里。报道中提到的仰望8，感觉对欧洲人来说可能价格过高，因为这个品牌还不为欧洲人所知。富裕阶层的欧洲人也许更倾向于花同样的钱买成熟大牌的车。也许我的看法有误，拭目以待吧。